看我身后这片水域啊，朋友们，你肯定猜不到这是在山西。我要跟你说，这都是盐水，这是盐池，那你更猜不到这是在山西了。但是呢，我的的确确是在山西的运城。运城，它这个城市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？其实就跟这个盐池有关系，跟盐有关系。因为这个盐池它形成是在上古时期，当时呢是山体的塌陷，还有地壳的运动，这底下有很多盐啊，所以这都是盐水。古人在4000多年前就在这里头取盐，但是呢，一直到了元代的末年才在这儿建了城。因为当时呢这儿有盐运司，所以因此得名，这叫运城。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那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运城这里。为啥呢？就是一天这个伯乐在山里头溜达，在古盐道上发现了一匹这个运盐的马。他一看这个马，这个身形身强力壮，就说这就是千里马，真是一匹好马啊！当时我估摸着他是这么说的：哎呀，你看这个马是吧？每天996不算完，还自愿加班态度还良好啊！这真是个好韭菜，不是？这真是个好马所以才有了这句话，是韭菜常有，不是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有山有水，这像不像在海边？但是呢，这儿比海边还多了一角，就是这个白沫子。这倒沫子是不是搁这儿来的？这全是盐沫这里头这个含盐量非常的高。大家都知道，死海的含盐量很高，能达到30%。这儿也是，就是因为里头有很多盐呢，所以说这里头没鱼。但是它有一种小虫，这个虫呢叫盐虫当地叫蠕虫，或者是这个学名叫丰年虾这个虫长得是奇形怪状，特别的难看，尾巴长长的，前头还有这种很多这种手什么的，看起来很恐怖。但是养过鱼的朋友就明白了，这个呢，哎呦，你看多漂亮这一推。这养过鱼的朋友就明白了，这个它是一种小鱼的饲料。刚才我在这儿看见有一种鸟这本地的水鸟咱不知道叫啥名字，在这儿叭磕头，就吃这种小虫。这个盐池里有很多藻类，还有浮游生物，所以说呢，你从空中往下看的时候它会呈现出五彩斑斓多种颜色。这儿呢也被称作七彩盐池。那有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看这有啥？这没啥颜色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回来。其实你要从空中往下看，就航拍这个角度才能看得见运城城不齐来到运城，如果只能吃一样美食的话，那一定是大盘鸡。我一说这朋友都疑惑，说大盘鸡不是新疆美食吗？对了人家外来的美食呢，来到这儿，来到运城也是发扬光大。那现在有很多家店都很有名，我给大家数一数，你像晋运大胡子还有什么腾龙还有这个老五，还有什么摇滚炒鸡等等这品牌也特别的多。咱今天吃的这家店哎呀，真是个苍蝇馆子神仙店有多难找呢？你看这儿这是大路过来，这是个小区，在小区的门口还有个坡上来。为了找这家店我把这个小区周围都转遍了，我都走到小区里头去了。后来遇到一个大姐，一打听说就在这儿的，这叫小树林大盘鸡。这地方跟那小时候住的那楼房一样。我在这儿，我是第一桌嘛。有人吗？这会儿能吃吧？好嘞。这2个人一般吃多少？一般小份。那我来个中份吧。你2个？能吃完。
来个中分。哎呀，饭量可以。啊，真的能吃完，我怕不够吃。大哥怕吃不完，我怕不够吃。哎，你们这个是提前炖好的是吧？我这提前炖好的，就是老式的那种做法。啊，对，当然是老式的。啊，就是拉面是先拉。对。好嘞，行，来个中分。哎，这一看，这不是盘儿，这是盆啊，这大盆鸡啊。对了啊，这就是运城的做法，上面是香菜，然后大块的鸡肉，大块的土豆，底下就是面，直接把面放进去了。你看这个汤，是不是汤非常的多？这就是老式的这种做法。它和新疆大盘鸡啊有很多区别，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啥呢？你看啊，全部用的是这种鸡腿肉啊，全是这种鸡腿肉，而且是就是一般的冷冻鸡腿肉，不是整个鸡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运城大盘鸡啊，人家的特色就是把这个性价比做得很高，就是既要有味道，然后还要很实惠。所以说来到运城呢，这就是一个运城本地的这种大盘鸡，可不要想成新疆大盘鸡了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非常的粗，很有韧性，很筋道这个面。再来点汤，听说这个汤啊特别的有味道，我要的这个是特辣，你看里头有很多辣椒。吃一口就可以说要了亲命了，真好吃。哎呀，这个面条啊特别的筋道，很有咬头，尤其是他把这个面啊直接放在底下，吸了很多汤汁儿。这个汤的味道又非常的浓，真好吃，一点不夸张，真好吃。哇，这个汤都好喝。它这个汤咸辣香，最主要的是你喝完之后还有点回甜，应该是放糖。来这块带点香菜，肉也好吃。它这个因为是提前炖好的，就有一个优点是啥呢？一个人也能吃。你看我刚看有个小姐姐一个人来这就吃，跟吃一碗面似的，也是运城大盘鸡的特色，就是10元吃饱吃好。这绝对属于面比肉好吃系列，虽然肉也很好吃。来点香菜，这个汤绝了！哇，你这辣椒，再从汤里捞个土豆，吸了很多汁儿，这个颜色都变了。在运城吃大盘鸡呢，人家不吃蒜，吃啥嘞？看这。洋葱啊，这新疆叫皮牙子，怪不得这大盘鸡是从新疆来的，和那个新疆的那个味道还是不一样，是自己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味道，麻麻辣辣。我运城大盘鸡可多。哦。就是我一家是这味，剩俺家都是大铺子。啊，对，品牌现炒的这个个。啊。就是我一家是这味。哎，麻麻辣辣，麻麻辣要配啥呢？缤纷草莓汁，运城的特色。从小运城人就喝草莓汁，太奇怪。你说橘子汁啊、橙子汁我都能理解，这草莓汁，不错，属于那种挺清爽的。好，再给小还加了点汤，放点肉吧。哦，谢，还有点肉，你看多好吃。刚才是4份面是吧？刚开始是3份，刚开始是3份啊，刚开始是3份面，现在又加了2份，你说好吃不好吃？哎呀，开碟！
来到运城呢，一定要到关帝庙拜一拜。为啥呢？因为关羽关二爷人家就是运城人。在关帝庙门口啊，有几个这个铁柱子，这个叫啥呢？叫庇护，就是提醒众人啊，不管你是极品官、文官、武官，到这儿都得下马，都得落轿拜一拜，然后才能走。因为以前的时候，这是一条大路。你看这铃铛叮叮当当的响，这声音特别好听。这个关帝庙它在运城的亥州镇，这个亥这个字啊，其实就是解啊，也读谢。正常来讲应该读谢州镇，但当地口音呢就把这个谢啊，它发亥的音。就比如说全国有的地方就把这个皮鞋是吧，这个鞋它读亥，就比如说皮鞋皮鞋。这个壁画非常的震撼，这上面描绘的内容啊，就是关羽生平的这些英雄事迹。你看那儿是单刀赴会。那说到这个单刀赴会啊，我又想到在亥州还有一个名人，据说呢他是关二爷的后代啊，叫关汉卿。然后他呢创作这个单刀赴会的时候，里头有一句话是这样描写他这个老祖宗啊，描写关二爷的：这也不是江水，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。在全世界有很多关帝庙，那现在为啥关羽的这个地位这么高呢？其实，在关羽之前啊，这老百姓拜的更多的是岳飞。关羽的地位高有2方面啊，一方面跟这个山西的商人晋商有关系，尤其是晋南这一带的盐商。那这些人啊，他们做生意做到全国，让在全国各地啊修了很多山西会馆。当时呢，人家挂这个匾啊，不叫山西会馆，就叫关帝庙啊，就是推举老家的这老乡啊，这关二爷。而且呢，你看做生意啊，最需要的是啥？就是忠义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发财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武圣人关二爷被推成了武财神，这是一方面原因。那还有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清朝的时候是大力推举这个关羽的地位，然后呢就把这个岳飞的这个地位往下压。为啥呢？你想一下，这岳飞是干嘛的？岳飞是抗金的，是不是？据说这棵树是关羽15岁的时候种的啊，你们信不信？反正我信。据说这关二爷小的时候就蹲在这儿吃面，老碗面，一碗面啊要就3头蒜，上面是神勇2个字。据说啊，这个是关二爷的这个磨刀石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摸一下，这就是关二爷用的刀。为啥有2把呢？因为人家要换着用，是吧？替换着用。你看真大呀！啊，这是瞎掰的。其实正式上来讲的话，这关羽当时啊，应该用的是枪啊，这加特林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枪啊，盘龙柱。哎，你看意不意外？那有2把，原来这儿还有2把，总共4把。这关公是4把大刀换着用啊。逛到这儿才发现啊，前面那4把都不是，这才是青龙偃月刀。从关帝庙出来，附近呢有一个村子叫底张村，这儿是药王庙，在药王庙旁边有一家羊肉泡啊，就是亥州羊肉泡非常有名啊，这也是个老店。我一说羊肉泡，大家就觉得，哎，这不是陕西的美食吗？其实啊，在运城也有，但是和陕西不一样。具体怎么不一样呢？咱就尝一尝。怀娃羊肉泡，这一看不是好人啊，这。
2个人。这是啥？面汤。喝水。啊，喝水。吃羊肉泡还以为是面汤嘞，你看这。快滑羊肉泡，好嘞。来个炝羊肚，来个羊血，有个茼蒿丸子是吧？韭菜丸子，来个韭菜。啊，韭菜丸子是吧？还有那个炸蘑菇是吧？啊，就在那儿点。凉菜炒羊血拌羊肚，这是炸蘑菇炸丸子，这是羊肉泡。羊肉泡其实它就是个羊肉汤，泡啥嘞？泡饼子，泡麻花。你看这运城特色，看这个馍有多酥啊！哇，这么酥，成渣渣了。它这个饼子很有特色，它没有放任何的油，就是白面这样子干烙出来的，所以非常的脆。看一口，哇，你就这么吃啊，特别的香。葱花、香菜，哇，满满的全是肉啊。然后底下呢是羊血，它这里头没有粉丝儿，你看，和陕西这羊肉泡完全就不一样。为啥咱吃啊要来这个村子里吃？你看，这全都是周围的这街坊邻居当地人。这个羊肉泡呢，它做的也是最地道的这种老做法，你一闻就能闻出来，啊，这羊味很浓。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！我这啥味儿啊？很鲜、很香的这种羊汤味儿，然后呢，大量的这种胡椒味儿，胡椒味儿非常的出头。太好喝了！这一会儿啊，续肉是不可能了，一会儿咱得续点汤。这碗汤呢，其实看起来啊，它就不像羊肉泡，为啥呢？你比如说这陕西的羊肉泡，人家把馍就直接就煮进去了，泡进去了。这个呢，更像河南呀，或者是河北这一带啊喝的羊汤。要么说啊，所有的美食啊，它都很有地域性。运城这个地方在哪儿呢？运城这个地方是3省交接，陕、晋还有豫，所以这碗汤你看，又像陕西的羊肉泡，然后又像河南的这种羊汤，也像水盆羊肉，因为这儿呢就挨着陕西这个渭南很近啊。泡馍之前呢，咱先夹馍，把这个肉和血往这馍里一夹，你就看这香不香？脆馍加上这种酥烂的肉，羊油辣子，说吃泡馍了，又吃成夹馍了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一咬里头还有汤，太嫩了，外酥里嫩。
哎，我看还是要泡进去，这么吃到处流汤太费劲了。这个馍这一升值了，是吧？先加然后再泡。嘴一擦，喝点这草莓汁，这又换了另外一个牌子啊，这草莓汁真多。山西人啊是特别的爱吃麻花，它这个麻花可以提前煮进去，也可以这样干着泡。麻花也很香。山西人除了爱吃麻花呢，还爱吃丸子，各种各样的丸子。这个是韭菜丸子，当地啊还有拿茼蒿做的茼蒿丸子。哎呀，这丸子也太好吃了！刚炸出来，外面是椒盐麻辣，然后里头非常软，这个皮儿特别脆。再来个蘑菇，炝拌羊肚。啥叫炝拌呢？是泼了油的，有蒜、有辣椒、香菜、葱花。棒！羊血啊都有一种香味儿。大名鼎鼎的运城凉菜，这凉菜可以说是运城人的骄傲。这运城人啊，走到全国哪儿都说啊，还是我们运城的凉菜好吃。大姐，这个还能加汤吗？可以加汤是吧？啊，汤无限续是吧？好。咱再聊聊这个美食小历史小故事。这亥州羊肉泡它怎么来的呢？听说和这关二爷有关系啊，就是关二爷啊，当时打了这个青龙偃月刀，是不是？大刀，但是他要试一试这个刀怎么试呢？你总不能往人身上招呼是吧？不能拿人试啊。哎，他就斩杀了一只羊，把这个羊斩杀以后呢，就把这个肉啊炖了，然后分给全村人，全村人其乐融融就吃了。吃完之后就觉得哎非常的好吃，就把这个做法就流传下来，就是现在的这个亥州羊肉泡。我估摸着这关二爷肯定说，我靠，这都能往身上扯。这关二爷还不算啥，这还没完。这跟这个慈禧老佛爷还有关系。据说啊，这个慈禧老佛爷西逃西安的时候，在西安吃了西安的这个羊肉泡，觉得很好吃，意犹未尽。当时啊，旁边就有一个山西的官员就说：“哎呀，这还不错呢，我觉得这还没有我们运城的羊肉泡好吃。”哎，慈禧一听就来了兴致，直接就点了个外卖，然后从运城然后送到了西安，然后他就吃了。让我说啊，真是为了宣传美食啊，这无所不用其极。人家都没来这儿是吧？人家去的是西安。这离得近都不行，这硬扯呀，这是。哎，就这还不算完，还有乾隆，没乾隆啊。我看谁宣传还不是我宣传，是不是？咱这有视频为证啊，4K 高清啊。亥州羊肉泡顶呱呱。在全国各地呢，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火锅。那来到山西的运城，一定要尝一尝新绛县的这个铜火锅。我现在就在新绛县，但是啊，你要来这吃啊，千万别跑错了。为啥？因为新绛县旁边啊，还有一个县城叫做绛县。当你来到新绛县以后，一抬头，你看绛州和盛火锅。这个新绛县呢，也叫绛州啊。说了半天都把大家绛晕了，是不是？到底去哪儿吃呢？来这儿就行了啊，尝尝。这在当地很有名的老店，看这人太多了，都满了。几个人呢？2个人。2个人来坐后边屋里啊。哇，这么多人。这边也坐着。中小大中。不是，它就是就分大小，里边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哦。
哦，那2个人一般吃多少？看你们饭量大小。吃个中的吧。48的。啊，可以。这就是新酱铜火锅。哎呀，这个锅啊太别致了，为啥呢？一个就是看着香，颜值很高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看这个锅破破烂烂的，就非常有感觉。不知道为啥这个餐具用久了，这破破烂烂的感觉呢，哎，反倒显得这个食物更好吃。这里边还是炭火的，还配了一个汤。这个汤是啥呢？其实就是里边这个汤。这个汤是拿猪骨，然后猪肉，还有鸡，然后各种调料，然后炖出来的。因为这个炖着炖着，它汤就没了，然后你就把这个汤往里加。还有就是到运城必吃的凉菜，光吃火锅可不行，还有主食，馒头，3个馒头。馒头怎么吃啊？这么吃，往上一烤。这个火锅摆的太漂亮了，我都舍不得下筷子。这个锅其实挺深的，它是先素后荤，底下是白菜豆腐粉条，上面全部都是肉，满满的。这里头肉总共是5种，有排骨、小酥肉、麻肉。还有就是五花肉，还有丸子。这个麻肉有特色，是当地的，其实和小酥肉差不多，都是炸的。这个火非常的大，这馒头要不停的翻，要不然一会儿糊了。从上往下吃，先尝这个五花肉。就一个字儿香。这个五花肉为啥好吃呢？它是先卤过以后，里头有味儿，然后又炸的。这里头所有的肉都是炸过的。当地人戏称这是炸肉开会，把这个馍烤得焦焦的，哇，太烫了！哦呦，可以放上点吃，放生抽辣椒，好嘞。大姐提醒赶紧加汤了，一边吃一边加汤，要不然底下就干了。吃这饭呢还有烹饪的乐趣，自己加汤。辣子夹馍，这个油泼辣子闻着非常的香。再来2片这个酥肉，老子几号？哇，这个酥肉好吃。我看有的人本地人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把这个五花肉肥肉片子往上一吧，往上这么一切，跟吃烤肉一样。这一边吃一边可以加汤，这炭不够了还能搁这加炭，这是个炭火盆子。这个肉烤好了，哎呀呀！
不行，我得赶紧弄下来，感觉有点粘啊。哎呀哎呀！一筷子下去全是肥的，怪不得说是炸肉开会啊，我都分不清这是啥了。这个应该是麻肉吧？这个应该是排骨，这排骨都是裹了面粉炸过的。为啥它所有的东西都要裹面粉炸呢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面糊以后啊，进去拿这个汤一泡，就吸了汤汁，就很有味儿。这个铜火锅呢，在当地也叫暖锅。这一说暖锅呢，哎，我突然想到，我去青海吃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人家也叫暖锅。这个呢，一般啊，在当地来讲的话，就是女婿啊去老丈人家拜年的时候，这老丈人就给做这个，哎，这有讲究的暖锅。提到火锅啊，怎能少了蘸汁儿？那当地的蘸汁儿呢，就非常的简单了啊，麻椒，山西的醋可少不了啊，这盖儿少了，但是醋不能少，是吧？这个蘸料主打一个酸辣解腻。所有的食材蘸着吃就行。尝尝这个新酱的茄子，都说运城的凉菜啊，这个茄子是天花板，真的好吃。还得加汤。